暴露了 Tether 是目前已知的除各國央行之外全球最大的私人黄金买家。那么最新的数据，Tether 目前持有黄金146吨啊，一个公司啊拿146吨，价值约188亿美元。大家注意这个数据，你们记住啊，146吨，你们记不记无所谓，记住这个数值就是价值188亿美元，非常重要。为什么？该公司上季度进一步增持黄金14吨，就是1/10，使其黄金儲備規模超過了絕大部分國家的央行。首先呢，今天8月21號，今天的全球股市呢處於跌勢啊，全球股市啊，而且是7月中旬以來，現在是8月21號，也就是說將近45天以來，本周的股市啊，收盤是最大的單周跌幅啊，應該算是一個熊市的一周。原因是全球債券市場的壓力仍然沒有明顯的緩解，同時海灣地區的外交和戰爭僵局推動油價上升至一個新高，使得市場再次開始聚焦通脹風險。歐洲斯托克600指數有望避免近10年來最嚴重的連續下跌趨勢。范斯托克強於預期的製造業歐洲的製造業數據幫助歐洲股市結束了連續7個交易日的下跌行情。不過范歐斯托克600指數目前仍比歷史高點低不到 2%。彭博社調查顯示，高盛集團和摩根大通仍然看好歐洲市場。高盛歐洲策略主管 Baron Bell 表示，歐洲今年的表現遠遠高於年初時的預期，而高盛認為美國和亞洲市場過度的引起了人們的關注，而歐洲市場並沒有得到市場充分的關照，所以呢，歐洲市場呢表現最好，而亞洲股市則在科技股上漲下走高，繼續收窄周五收窄本周跌幅。日經225指數下跌 0.3%， 本周日經累計跌幅 4%， 也是7月以來的最大單周跌幅。那麼美股是標普500今天上漲 0.3%， 基本上也沒怎麼動。那麼下周 AI 交易將迎來關鍵的考驗，英偉達將公布財報，市場高度關注其對基礎設施需求以及數據中心投入的展望。那麼作為債券市場來說，美債收益率重新看漲。經過數日的劇烈波動，美債長期收益率升至數十年高位後，周五美國國債全線小幅上漲，10年期收益率小幅升至 4.71%， 30年期收益率約為 5.25%。 那麼高收益率正在全球範圍內推高債務成本，與此同時，科技巨頭正在大量借債用於 AI 支出，更高利率不僅增加了融資成本，也提高了企業盈利的估值折現率，對股票估值形成了現實的壓力。那麼市場目前都在等美國財長貝森特的重整財政新計劃。貝森特一直表示自己將推出一個財政整頓計劃，但市場一直在期待他的靴子落下，他也一直吭哧癟肚磨鼻蹭癢。為什麼？因為市場懷疑他根本就沒有計劃。貝森特很難找到足夠大規模的削減支出的所謂整頓財務的計劃，他很可能像他的前任一樣，上任的時候信誓旦旦，而上任之後隨波逐流，只能任由赤字繼續增加，來真正控制超過美國 GDP 6% 的財政赤字。今年美國僅利息支出就已經達到了 1.2萬億美元呢，而且美國的債務總額剛剛突破40萬億美元，這也就意味着美國這個國家已經進入寅吃卯糧的狀態了，就是它所有的財政收入都要用於還利息，都未必夠了。所以美國的所謂的財政新政刻不容緩，但是目前呢仍然沒有拿出來，所以市場認為30年美債收益率達到 5.3%， 現在 5.25%， 如果觸及 5.3%， 可能已經成為財政部無法接受的壓力水平了因為利息太高了，就像日元對美元觸及160關口後會觸發美日政策強干預一樣，所以美元接近3個月的低點到了。本周美元對主要貨幣，尤其是人民幣累計下跌超過 1%， 美元再次承壓，部分原因是市場重新關注美元貶值的大邏輯、大趨勢。雖然市場有理由認為這些擔憂有些過度了，但未來幾個月的經濟環境仍可能繼續支持美元的變化。所以
財政部的回購行動最初的影響非常明顯，因為它出乎了市場意料。但真正的問題是，財政部的這種回購是否能產生長期的影響呢？他們是否準備把此前宣布的40億美元的回購規模進一步提高呢？所以未來美元也面臨着強烈的挑戰。所以大家知道美国和日本央行联手干預日元那这個我就不再多說了，因為大家都知道聯手托舉日元因為日元跌得太厲害了，日本和美國已經承受不了了。那麼在這個過程中呢，是以犧牲歐洲的利益為代價的。所以呢，國際金融市場的這種動盪尤其是美國和日本央行的這種急迫的等於是拆東牆補西牆的行為，引發比特幣和黃金的暴漲。比特幣本周上漲幅度一度達到 9.4%， 錄得2023年以來的最佳單周表現。那麼美國銀行數据顯示，美國股票基金吸引流入資金净流入290億美元，也創下3周以來的单周最大流入。布伦特原油则表現一般，雖然中東戰場戰局焦灼，但布伦特原油並沒有出現大幅度的上漲，也沒有出現大幅度的下跌，只是輕微的微調處於高位。所以呢，比特幣上冲的時候，比比特幣更加耀眼的是黄金價格黄金价格在过去的一周里边极其耀眼的開始了一輪新的牛市。全球黃金在新的牛市抬頭之後呢，暴露了一個世界黃金大機構的大家知道散戶歸散戶，央行歸央行，中間還有大的機構。大的機構目前被劃入散戶行列，但是他們的買金的能力遠遠超過散戶，暴露了全球最大黄金買家。全球最大的穩定幣發行商 Tether 正在關閉其黃金支付的借貸平台 Alloy， 並通知他的最後一批客戶9月17號之前完成資產提取。Alloy 是什麼東西呢？是 Tether 推出的增強其黃金實物流動性的這麼一個 idea。 他在內部做了一個 Alloy 平台，就是所有在 Tether 開戶的用戶都可以把自己持有的黃金作為抵押，從 Tether 貸出來美元的穩定幣這就是那個所謂的 Alloy 市場。所以 Tether 公布了這樣的一個關閉自己黃金抵押衍生市場的政策，暴露了一個信息。這個事兒本身並不重要因為它這個 Alloy 平台沒有玩起來，就是寥寥無幾，小貓2-3隻，所以它得不償失，它把它關了。那麼暴露了一個什麼問題呢？暴露了 Tether 是目前已知的除各國央行之外全球最大的私人黄金買家。因为他提出了這麼一個關閉 Alloy 的這個信息，所以他公布了一些數據。那麼最新的數據，Tether 目前持有黃金146噸一個公司拿146噸，價值約188億美元。大家注意這個數據，你們記住146噸你們記不記無所謂，記住這個數值，就是價值188億美元，非常重要。為什麼？該公司上季度進一步增持黃金14噸，就是1/10，使其黃金儲備規模超過了絕大部分國家的央行。Alloy 平台因為它規模有限關閉平台屬於它公司內部的業務調整，並不意味着所謂的黃金價格沒有任何影響因為它只是一個 Tether Gold， 就是 XAUT 代幣作為抵押品發行黄金掛鈎的USDT 的這樣的一個發行黃金掛鈎的這個Tether 代幣 USDT 的這麼一個工具與這個所謂的 Tether關係並不大所以它呢關閉這個之後暴露了什麼呢？暴露了它的黃金儲備的價值，以及它最近1個月的黃金儲備的增量。黃金儲備價值188億美元，上季度增量10%，什麼意思呢？讓大家注意呢，就是 Tether 的储備資產總額是1878億美元，這是國際會計機構審計過的。大部分資產是美國的國債，我說過，或現金，或黃金。那麼這個裡邊你就能看出 Tether， 換句話說，這個世界上最有錢的現金池就是 Tether。Tether 的總現金池是180億美元，1800億美元，1878。那麼 Tether 的黃金儲備是188，你除一下你就知道 Tether 的策略了。這是我們讀出來的。Tether 的策略是10%的資產轉換為黃金，精準10%。我想 Tether 的資產配置師
也是世界頂級的。我們看到 Tether 也不難猜到那些沒有完整披露的其他國際大投行的比例，我可以很負責的判斷10%。那麼也就是說，你的錢如果超過，比如说你的钱財富如果超過10億人民幣的話，我隆重的向你建議拿出1/10來把它轉換為黃金。為什麼？你不要問為什麼，世界上最聰明的大佬都是這麼幹的。此外，公司還持有70億美元的比特幣，聽明白了吧？也就是说，比特幣在 Tether 就幹比特幣這行的，它的持有比例遠遠低於黃金，就是玩比特幣的最高的高手們拿的反而是黃金。Tether 的146吨黄金目前存在瑞士私人金庫中，說明大資金又進來玩黄金了，沒錯。那麼 Tether 是世界上最有錢的，也是世界上效益最好的這種所謂的純金融公司，因為它没有什麼實物資產。那麼 Tether 對於黃金的儲備以及黃金的增持，更加堅定了我們認為亂世將至，中美之間的亂戰必然引發黃金的暴漲，這是美聯儲根本擋不住的趨勢。所以黃金，我們觀眾中黃金技術分析最牛逼的元爸認為黃金的下跌低點在3600美元一盎司，幾乎精準的踏中了幾乎精準踏中了这個，而且下一波的牛市的高點在5000所以那麼這是我個人判斷，並不代表投資建議。那麼是否根據這個趨勢進行個人投資配置，由個人自己決定。那麼黃金需求格局目前正在發生變化，以前是央行為主，現在除了傳統的央行之外，明顯私人機構增持的黃金規模逐漸受到關注了，因為已經有100多噸的儲備量的機構出現了。那麼黃金飆漲後UBS 就是瑞银預測，它是最先預測的，黃金價格將在2027年上半年突破5000美元一盎司這個是它的數據這個我操，這大家太好抄，你抄抄我抄抄因為美國非农数据降溫，黄金反彈也非常的支撐力度非常強。那麼美日穩定匯率緩解美債的這個拋售憂慮，也使得黃金具備了內核驅動力，再加上通脹的壓力，再加上美聯儲政策的轉向的壓力，再加上中國央行帶頭的增持黃金的壓力，都為黃金提供了一個長期的底部支撐。所以黃金雖然目前的價位處於歷史高位最近幾十年的歷史高位，但是那麼從人類漫長的經濟歷史來看呢，黃金依然處於歷史地位因為它是被美元壓制，長時間的壓制。二戰之後黃金就被美元壓制，人類歷史上其實黃金是沒有被美元压制過的，美元压制黄金的這段時間反而變成，雖然我們看起來是幾十年的漫長歲月，但反而变成了人類歷史上的一個意外它是個意外事件。那麼意外一旦回歸正常的話，那黃金的價格豈能是5000美元所以黄金價格今年的表现整体來說比較平穩，但在此前的2025年曾經大漲超過65%。大家記住，2025年度黃金的漲幅是65%，你沒聽錯黃金是65%。那麼2027年黃金應該是繼續牛市。好了，那麼突發新聞，什麼突發新聞呢？攜程老板跑路了，被抓了。這是一個突發的消息，今天滿網飛繼前安踏 CEO 徐陽跑路美國成功之後，徐陽是安踏的 CEO， 然後呢帶着全家飛往美國洛杉磯爾灣移民去了，潤了，然後從香港起飛往洛杉矶，飛機呢飛了1個小時，在天上宣布我移民了，目標 LA 安全了。但是我呢在此微微一笑就对他进行差评。为什麼？因為我發現他發的那個網上發的那個慶祝自己跑路成功的那個官宣他拍了一下飛機舷窗外頭，我批評他，為什麼呢？居然是國航的 logo， 我不知道那是網上有人拿的隨便找了個照片，還是他自己拍的。如果他自己拍的話，我所有的觀眾朋友一定要引以為戒，如果你們是要跑路，是要瞞着所有的人跑路到美國、加拿大、澳洲，你們一定不要坐國航，因為重要的人物坐国航跑路，國航是會飛回來的你一點沒聽錯，國航是會兜回來的。所以你們要想跑，你就坐美聯航加航這個出了國境線這個北京空管就管不了了。所以繼安踏 CEO 徐陽成功跑路之後，不到2天据傳攜程網的梁建章梁總潛逃，
因為市場監管總局罰攜程51億人民幣啊！前2天你們看新聞了吧？罰攜程51億人民幣。山芋來豐滿樓，梁建章表面同意虛與委蛇，實則帶領全家跑路，但是由於反應太慢啊，既要又要，所以呢沒有被邊控了跑不了了，没有，然後那怎麼辦呢？據傳是從憑祥小路越境被捕啊！憑祥你們知道吧？廣西的一個小縣城啊，就是我經常說的，你應該藏在拉杆箱裡，或者坐在一個小電動摩托車上，從那兒開到廣西的那麼一個這個陆跑路等於是走線吧，從中国走到越南的這個通道上，据說他全家都在那個通道上被捉了真是鬱悶啊！是西黄末还是3次大戰？中共戰機居民區上空24小時低飛，噪音巨大，韭菜牛馬隨手可拍是。我不知道因為上個禮拜我們的山東網友，包括江蘇北部、蘇北和山東南部的網友就已經說了不但這樣，還往下扔那個炸彈，炸的他們農村的房子水泥頂都裂了，玻璃全碎了。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了中國這事兒发生什麼我们不知道了最近一位網友在社交媒體發帖，8月18號他從上海浦東機場搭航班前往西雅圖，經歷一場讓他嚇死人的出境審查。他說浦東機場查得格外嚴，出境17點24分起飛機，換登機牌的時候，機場工作人員要每一個乘客填寫出境信息表，完全沒有隱私，並且他附上了出境信息表。那麼寫信息的時候，同航班很多人都僵持在那裡，卡在表格這塊不願意填。目測同機的人有一半被禁止登機勸返。飛機起飛的時候，一半座位是空的，一片哀嚎。我前面有個人在被問話中查他的手機、社交媒體、聊天軟件，沒發現問題也被扣不讓飛。為什麼呢？警察說，你這個手機的 APP 怎麼都是新裝的呀？你這個是備用機還是你常用手機的？那個人被警察看出來之後支支吾吾的慌了，於是被帶走了，拒絕登機。輪到我的時候，首先問我是否如實填寫，我當然回答是，然後把我的手機和其他20多個同行人的手機都要求解鎖之後，同一批次拿去小黑屋過人工和機器審查。這一帖子迅速引發關注，因為他到了西雅圖發的嘛。那麼刺激公眾神經那麼並不是大家擔心的，並不是多少人沒能登機，而是出境審查是從什麼時候變得這麼嚴的，變成了對個人手機和社交賬號全面審查這等於按照犯罪嫌疑人外逃犯罪嫌疑人的標準來查。這個網友呢貼出這個表叫上海浦東國際機場出境登記表，分明的上面包括個人基本信息、出境目的、行程，還有家庭成員情況，包括配偶姓名、身份證、工作職務、子女姓名。誰說我正在看我直播？给我發短信趕緊關上。那麼還有境外關係，父母、岳父母、公婆、兄弟姊妹，還要求填寫境外身份、境外親友詳細情況等引發一片的哀嚎。如果是這樣的話呢，我跟你們講，你們不要鼠犬吠日，吠所怪兮不要，因為大家知道這個是因為9月份中國要實施嚴格的邊境管控嘛，所以這等於是提前1個月，看大家各個機場已經開始實施了，提前1個月，而且因為顯然沒有那個法律，就是那個出境法還沒有生效，所以各個地方目前還處於一個混亂狀態，就是浦東北京首都比如說天河各種廣東白雲各個機場之間出境口岸之間顯然還沒有完全統一這屬於各自為政的狀態，那自然就有的比較緊，有的比較鬆。那麼作為我們這些老年人來說呢，並不意外因為這只不過是我們以前的常態我再给你們重複一遍，這是我們以前的常態。在2000年以前，我們出國都是這樣的，我們出国要辦護照，還有很多人跟我就是矯情，我們那個時候辦護照是要有外辦簽字的。你要是滞留不歸的話，那外辦的處長他是要受株连带九族的，而且我们个人是不能拿阴私護照的。有些年輕人就跟我抬槓說，那個時候有陰私護照，我沒有說那個時候沒有陰私護照，我是說那個時候你不能拿到陰私護照，不是每一個公民每一個人都有權利拿到自己的陰私護照的。你想拿到陰私護照的話，你要在
當地派出所，如果你是個閒雜人等，你要從派出所戶籍所在地開具證明了，那不可能給你開，戶籍所在地的警察根本不会屌你。如果你有单位，你是有单位的人，你比如说我，那当時我要是想出国的话，我要去国家体改委的外事司拿证明的，然后才能去小街桥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换取我的护照，明白吗？那阴司也是一樣，阴司呢，你单位開介紹信去拿你的阴司護照，因公和陰司護照不取決於你有沒有介紹信，都要有介紹信，有沒陰司因公取決於你此行是公費還是自費。如果你是海外探親，他就會給你個陰司，或者你是去留學。如果你是公派留學，或者你是境外出訪，比如說我們當時就是去美國和歐洲訪問去，就是某那個代表团出去訪問，那就是因公啊，因為他是組織的，单位出錢，个人不用出錢的，那是過去的常態。所以而且你在過海關邊防的時候，都是給你問的三姑六表舅，那是全都給你問個清楚。只不過後來吧，隨着改革開放的深入，中國一天一天富起來了。大概我記得啊，我記不太清楚具體是哪一年了，但是大概其是2005年到2008年這3年之間，忽然有一天啊，就變得非常自由了。就是個人阿貓阿狗都可以拿着自己的戶口本、身份證去自己的派出所，去自己的戶籍所在地的那個公安局，拿到自己的填個表就可以拿到自己的護照。這在以前就填個表就行了，就是填個申請表，交點錢啊，就是沒有人會被拒絕啊，除非你是個犯罪分子，否則的話沒有人會被拒絕。所以這個真的是剛剛發生20年，我忘了是具體哪一年了，就是20年之內的事兒。啊，你每個人都有陰司護照了，然後你可以拿着自己護照啊，人模狗樣的跑到各個大使館去拿簽證去，甚至免簽國你都可以落地簽。哦，你太自由了，20年。好了，現在回去了啊，就又回去了，那不用說嘛，山雨欲來風滿樓。好了。